2024年4月27日清晨，文昌航天发射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缓缓打开。长征5号遥8火箭走出厂房。在它后面，旌旗招展，探测器系统、火箭系统、发射场系统，为嫦娥6号付出辛劳的人们列队送行。这也是航天文化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寄托着祝福与希望。文昌航天发射场也在一次次的送别中变得愈发成熟。2024年全年发射次数会再创新高。每当火箭发射日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会聚集到这里，切身感受火箭发射的震撼。2024年5月3日，正赶上五一假期，大约有10万人来到鼓楼镇观看嫦娥6号发射。中午11点30分左右，发射塔架的回转平台开启，白色的火箭露出。距离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，发射场上方的天空出现了变化，滚滚乌云从海面上袭来，天色越来越暗，一场大雨不期而至。在距离发射塔5公里外的奇水湾，突如其来的大雨砸在海滩上，也砸在近10万人的头顶上，但却没有浇灭大家一睹嫦娥6号出征的热情。17点27分，这是预计发射时间。就在这一刻即将到来的时候，火箭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。火箭还能发射吗？起飞80秒后，火箭飞出浓厚的云层，阳光照射在白色的箭身上。174秒，助推器分离。325秒，抛整流罩。488秒，一级分离。此刻，从画面上我们能够看到金色的火烧云，火箭即将飞入地球的阴影区，在夜色中围绕地球飞行半圈。2056秒，在飞行前方出现了一个诡异的亮点，而且亮点还在移动，这是什么？是 UFO 吗？让我们放大尺度来观察一下。哦，那是我们的目的地——月球。它悄无声息地从镜头的视野中划过。火箭送嫦娥6号朝着月球运行方向的前方飞行。5天之后，嫦娥6号将抵达38万公里外的月球轨道，与月球相会。
2210秒，嫦娥6号与火箭分离，朝着漆黑的深空飞去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很快它将飞出地球的阴影区，迎来西半球5月2日的曙光。起飞54分钟后，轨道器太阳翼展开，电机驱动太阳翼转动，迎接阳光。嫦娥6号要去哪里？月球背面的阿波罗坑。这个名字来源于阿波罗太空计划，1970年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。虽然坑中的一些小撞击坑以参与阿波罗太空计划的宇航员名字命名，但人类还从来没有到访过阿波罗坑。位于月球背面南半球的阿波罗坑直径524公里，在南极埃特肯盆地东北边缘。南极埃特肯盆地我们并不陌生，它直径2500公里，最深的地方达-13公里。它是太阳系内最大的盆地。科学家推断，它形成于大约40亿年前的一次天体撞击。2019年，嫦娥4号就着陆在南极埃特肯盆地北部的冯卡门坑中。至今，嫦娥4号着陆器和玉兔2号月球车还在那里辛勤工作着，而且不久之前，他们还为嫦娥6号做了测试。时间回溯1个月，4月2日，鹊桥2号按计划进入24小时周期的环月大椭圆使命轨道。轨道近月点位于月球北极上方200公里，远月点在月球南极斜上方16000公里。之所以将远月点放在月球南极上空，是因为嫦娥6号在月球南半球着陆，2年后，嫦娥7号要去月球南极。嫦娥6号，我最担心的实际上是中继，因为增加了中继星，就带来了新的环节和新的风险。4月6日，鹊桥2号中继星与嫦娥4号着陆器和玉兔2号月球车分别开展对通测试，并取得成功。我们还回到阿波罗坑，显然它要比冯卡门坑大很多，而且仔细观察，它还是一个双环坑，内环不连续，只能看到西侧和东北壁，直径约为外环的1半。它实际上是一次撞击后，就像一个水滴落到平静的湖面上反弹，然后会形成涟漪。阿波罗撞击坑，它就是这样形成的。阿波罗坑在形成的时候，由于撞击能量巨大，使得月表岩石瞬间成为熔融状态，大量月幔玄武岩岩浆溢出，坑里形成岩浆池。在岩浆冷却过程中，岩浆池里的涟漪凝固，就形成了现在坑里的内环。后来，阿波罗坑里又落进了很多小天体，形成了大大小小非常多的撞击坑。其实，在嫦娥4号任务中，阿波罗坑曾经被列为备选着陆点之一。这次，又把目的地定到了这里。阿波罗坑里到底有什么吸引着科学家们的目光呢？因为以前全部的100多次探月所得到的几百公斤的样品做出来都是40亿年到30亿年左右，月球所有的历史非常清楚，但是一老一新不清楚。嫦娥5号承担的任务就是希望能够对月球最后的演化找到新的证据。
大家都想找到这个样品，唯有中国找到了，最后采回来了，大约20亿年。这个玄武岩是月球上至今为止找到最年轻的火山岩。我期望我们嫦娥6号能获得42亿年左右的最古老的一些火山的或者岩石的证据。2024年5月8日10点12分，嫦娥6号探测器成功实施进月制动，顺利进入椭圆轨道环月飞行。当天下午，在国家天文台，4位巴基斯坦朋友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。大屏幕上传来图像：16时14分36秒，立方星从嫦娥6号轨道器上分离出去。立方星拍下了月球的照片，巴基斯坦从此进入国际探月俱乐部。嫦娥6号此后经过变轨，运行在距离月面200公里、倾角138度的逆行轨道上。怎么还逆行了？又不是在大马路上。逆行轨道和顺行轨道是相对的一对概念。探测器在环月飞行的时候，如果它在水平方向的速度分量和月球表面的转动速度方向是一致，称它为那个顺行轨道；如果相反，我们就称为逆行轨道。虽然月球只有一面朝向地球，其实它还是有自转的，只不过地球自转一圈是1天，月球自转一圈是1个月，并且与地球一样，月球的自转也是自西向东，所以嫦娥6号的逆行轨道其实就是自东向西，逆着月球自转的方向飞行。那为什么要这么飞呢？这个逆行轨道的差异只是在于着陆，就是综合考虑它要去的这个光照等这些需求。嫦娥5号沿着顺行轨道是自西向东飞行，飞行方向右侧朝南，着陆后也是这样。嫦娥5号落在北半球，朝南的一侧有阳光照射，表取挖土就是要在阳光下进行。而这次，嫦娥6号是在南半球着陆，阳光是从北边射来，如果依然顺行，着陆器南侧月面是自身阴影，所以挖土就得摸黑进行了。如果要维持原来的顺行轨道，很多敏感器的安装就反了，就得重新的去探测器的这上面给它找位置。如果把轨道方向颠倒过来，就相当于一个负负得正的效果。2024年5月30日，在月球背面阿波罗坑上空200公里，嫦娥6号着上与轨返组合体分离。6月2日清晨6点09分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出指令：发动机开机，动力下降开始。嫦娥6号着陆器上7500牛变推力发动机开机，着上组合体开始下降。变推力发动机，顾名思义，它的推力可以变。在西安航天动力试验技术研究所的试车台上，一台7500牛变推力发动机正在试车。可以看到，喷口尾焰的大小在变化。在着陆过程中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着陆器的速度在不断降低，同时，燃料消耗使得着陆器的重量也在降低。在这些复杂的变量条件下，星载计算机可以控制变推力发动机，调节推力，保证降落的安全。着上组合体从东北方向进入南极埃特肯盆地，
然后向西飞行，进入阿波罗坑南部。在掠过几个较小的撞击坑后，眼前是一片相对平坦的区域。6点23分，嫦娥6号攻克了月球逆行轨道着陆难题，降落在阿波罗坑南缘的预选着陆区。降落后，着陆器展开太阳翼，通过上升器顶板上的恒星敏感器，嫦娥6号自己测量出降落点精确坐标。南纬41.64度，西经153.99度，高度-5254米。此时，鹊桥2号的位置在月球南极上空，飞行到远月点。这样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，它都在嫦娥6号的视野之中。问题来了。着陆器如何跟鹊桥2号取得联系呢？在上升器上有一根指向天空的全向天线，它先发出一个信号，告诉中继星：“我在这儿呢。”中继星接到这个信号，就调整姿态，用大伞去瞄准信号发出的位置，然后也发送信号。在着陆器上的小锅天线就可以锁定中继星的位置了。当初是个担心，说落下之后可能有一段中继星信号没有，他得找一阵才能把我找到。但实际飞行过程中，中继星表现非常出色，通讯一直好。与嫦娥5号不同，在嫦娥6号的着陆器上安装了2个小锅天线。中继星它的运行范围比较大，如果只是一个天线，它只能对上一面，就是损失了另一面，所以咱们就布置了2个相反方向相对的定向天线，接力完成输传任务。地面与月球背面的着上组合体沟通无障碍了。着陆器上的相机拍摄了一幅着陆点北侧的全景照片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这里月面比较平坦，有少量类似碎石的颗粒物。远处天际线方向有隆起的小山。北京时间10点07分，开始下钻。从着陆器南侧的监视相机视野里，钻杆进入了画面。它毫不迟疑地钻进土里，感觉非常轻松。然而没过多久，钻机就停下来了。难道又钻不动了？当年嫦娥5号就曾经遇到过，在月表以下0.7米左右出现坚硬的结构。0.5，正到钻一个什么样？钻没问题，刚已经钻过去了，还就那个0.5那块儿已经过去了。着陆器底部有月壤结构探测雷达，通过雷达回波可以看到，0.5米深以及1米深的地方有很明显的碎石堆。我们就马上进行了这个工作策略的一个调整，重新进行了一个钻取参数的设置。设置完之后，经验量有一个短暂时间的一个改变，但是呢没有持续下来。钻到1035毫米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次发现了经验量少的状况。也就是说呢，在1米处的深度里面，有一块小石头堵在我们钻孔的这个前面。怎么办？继续往下打钻，必然要加大钻机的力度。但是这样做的风险是，有可能抖落袋内已经采到的样品。根据预案来看呢，要确保我们人类第一次的这个钻进要有很好的收成。我们在这个时候决定给它停止这个钻取的工作。
接下来是提芯工作，在钻杆的内外壁之间是取芯带。取芯带是手指头粗的细长软带，由非常细的线编织而成。现在要把它从钻杆中拽上来，缠绕在上升器顶端的整形机构上。钻进的过程中有颗粒去卡住钻进的这个机构，它就在里面硌着了。然后你比如说提芯的过程中，这些颗粒在我们这个取芯这个软带或者我们的取芯管里面，还会发生相应的一些翻转啊。应该是被0.5米左右深处打碎的石块卡住了。样品还能拽上来吗？它这个提芯啊，这不是一边往下钻啊，其实一边往下绕嘛。对，现在卡的它觉得有点紧啊，绕不上来，它要把这提芯粒增加，就是我这个转就是电机提芯粒子。好在有惊无险。12点30分，取芯带全部收入样品初级封装容器中。状况注意，我是北京，剪切分离正常结束。接下来的月面采样工作要等到几小时之后再进行，因为鹊桥2号不久之后将飞出着陆器的视野，经过月球北半球和正面的上空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它无法提供中继服务，要等待中继星从南边绕出来。这块地方很光滑，在这里面尝一尝，右边一点，这里尝尝是很好的，因为这里可能会尝到更多的水。国家天文台的专家经过对全景照片的研判，已经选出科学家感兴趣的表取点。你看长安5号的时候，它的右下角有一颗很大的石头，长安6号里面没有，但是长安6号的右边那个地方，我们采样的那个地方有点石头。为了提高这个样品的科学的这个价值，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设计的话，其实只要不大于5厘米的颗粒，我们都敢采。虽然月亮上的嫦娥6号可以休息片刻，但是地面却没闲着。采样团队要在空间技术研究院的模拟场地，将表取采样点的执行方案真刀真枪地干一遍。傍晚7点，着陆器南侧的小郭天线对准了东南方向的天际线，它捕捉到了中继星的信号，铲挖工作马上可以进行了。首先，在着陆器顶板上的机械臂解锁，表取样品容器开盖，之后采样器上的触月圆盘要接触月面。我们去看触月的这个深度要比嫦娥5号更大一些，那么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我们表面这个区域的这个月壤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疏松的。然后还有地面测量好视觉标识的一些坐标，可以反演出这个机械臂的位置来，可以确保这个机械臂的精度是在毫米量级。这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，
让探测器自主识别视觉标志的办法，不仅提高了识别精度，还能够大大缩短识别判断过程中与地面的交互时间。6月3日凌晨4点，表取机构挖了8铲子，月面被刻上了一个中字。这时候，人们发现罐子里快满了。通过在轨的这个测试分析来看，它的距离应该就是7个毫米，它的样品量应该超过1400毫升了，已经就是完全理想的一个状态了。接下来是扣人心弦的一个环节，将样品罐抓到上升器顶部，然后封装。此时，铲子的功能切换成夹子，它要准确地夹住盖子上的把手，然后把它提上来。5点10分，外形酷似不锈钢保温杯的表取样品容器被提起。随着机械臂提升到上升器顶端，然后一点一点精调到位，缓缓送入样品封装容器里边。采样工作提前5小时结束。我们的这个长安6号月背的采样任务顺利完成。这是我们中国人，可能也代表着人类文明第一次把月球背面的东西带回到地球，是代表我们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个事情，意义很大。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与众不同的时刻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，人类在月球背面的首次采样工作顺利完成。片刻之后，又一面5星红旗在月球上展开。它与630公里外的嫦娥4号、玉兔2号上的2面5星红旗一同，铭刻在月球的背面。天上的月亮像河岸里，那是传说中的广寒宫。嫦娥姑娘已踏上征程，要把月宫探个究竟。眼前是满天烁烁繁星，身后是地球美景。带着未来的憧憬，奔月的道路上，留下你坚强的背影。你的背影，1000年的梦想由你完成。月的背影，人类登上新的高峰。你的背影，牵动着我们的心灵。